官司输得底朝天，盟友当场翻脸切割，5000万英镑天价账单砸到头上，亲哥筑起防火墙，连面都不见，亲爹见面都要带见证人，防着他录音。转头老婆还在开开心心卖果酱。哈里王子这半个月的遭遇，活脱脱一部现实版的墙倒众人推，把王室弃子的窘境写得明明白白。很多人还觉得这就是一场普通的媒体官司，输了赔钱了事。讲真，你要是抠透这整件事的前前后后，就会发现，这根本不是输一场官司那么简单。这是哈里经营了6年的受害者人设第一次全线崩盘，是他手里最后一张对抗王室的底牌，直接被法院撕得粉碎。更讽刺的是，身边人跑的跑，散的散，连枕边人都忙着保自己的商业盘，根本没打算跟他一起扛这个窟窿。这事还要从7月7号伦敦高等法院的那份判决说起。当天，法官马修·尼克林拿出一份足足436页的判决书，直接驳回了哈里和另外6名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这场官司打了整整4年，哈里一口咬定联合报业集团旗下的《每日邮报》、《星期日邮报》系统性窃听、雇私家侦探非法获取信息，甚至行贿警方挖他的隐私。结果法官一句话直接定了性，原告拿不出任何实锤证据，证明这些报道的信息是非法渠道来的。联合报业那边当场宣布这是压倒性胜利，是新闻自由的胜利。可对哈里来说，这不仅是面子上的惨败，更是真金白银的大出血。对方律所直接晒出了账单，4年官司打下来，光是他们这边的成本就高达3400万英镑，光审前准备就花了1860万，加上哈里自己这边的顶级律师团费用，里外里加起来总开销直奔5000万英镑，折合人民币快4.6亿，这笔钱最后大概率要原告团来买单。这场天价费用的拉锯战，在7月29日的伦敦高等法院听证会上被摆到了台面上。2天的听证会全程火药味十足，哈里本人全程没敢露面。联合报业集团的律师直接甩出3450万英镑的律师费明细，不光要求原告方全额承担，还强硬提出必须先支付1000万英镑的首付款，剩下的分期结算，半分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对方甚至要求按补偿性费用基准核算，这比普通诉讼费标准要狠得多，等于不用核对每一笔开销是否合理，败诉方基本要照单全赔。哈里这边的御用大律师当场就炸了，当庭怒斥这笔费用高的离谱，明摆着是联合报业借着胜诉借鸡割肉，搞惩罚性索赔，就是想杀鸡儆猴，给哈里和其他名人原告一个教训，让他们以后不敢随便起诉报业巨头。律师还诉苦说，7位原告是顶着几十年媒体无孔不入的窥探压力起诉的，本着捍卫隐私的诚意而来，现在官司输了已经够挫败，还要承担远超保险范围的巨额费用，等于双重打击。可法官的态度十分冷淡，直言这场官司的费用规模在高等法院媒体案里已经是史无前例的级别，原告方当初发起诉讼时就该预判到风险。更关键的是，判决刚出来时，哈里急着发声明，骂裁决是彻头彻尾、显而易见的粉饰。这番话彻底激怒了法官，在裁定费用比例时，明显对他更不利。原本还有协商空间的减免部分，直接被按最高标准核定，等于他自己的嘴硬又多掏了几百万英镑。更让哈里头大的是巨大的费用缺口。7位原告当初一起买了诉讼保险，可保额最多只能覆盖1620万英镑。剩下的1800多万英镑窟窿根本都不住。盟友西蒙休斯急着切割，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怕这个窟窿按人头摊到自己头上，就算7个人均分，每个人也要掏近500万英镑，这笔钱对谁都不是小数目。就连当初拉哈里入伙的埃尔顿·约翰都开始疏远。哈里找他商量分摊费用，顺便想拉他给不可征服运动会投钱，直接被埃尔顿一口回绝。这段靠戴安娜牵起来的交情，也快被这场官司耗凉了。天价账单还没落地，更扎心的事就来了。7人原告团里的前政府部长西蒙休斯爵士直接公开反水，当场跟哈里划清界限，说自己从来就没想过要起诉，言外之意就是当初是被拉着凑数的，现在输了要赔钱，他可不背这个锅。这一刀捅得比法院判决还狠，本来7个人抱团起诉，声势浩大，打着捍卫隐私、对抗无良媒体的旗号，看着像正义联盟。结果官司一输，
第一个跳出来切割的就是体制内的自己人。说白了，人家当初愿意站出来，是觉得跟着哈里王子能赢，既能落个好名声，又能教训一下小报。现在一看，不仅赢不了，还要掏几百万英镑诉讼费，谁还愿意陪他耗下去？赶紧撇清关系，止损才是最现实的选择。可哈里偏不认输，判决出来当天，他就发了声明，说这裁决是彻头彻尾的粉饰，结果令人震惊，完全没有道理，话里话外都是法院偏袒媒体，司法不公。他至今还在死磕安保待遇的上诉，一口咬定自己虽然退出了王室，但国王之子前军人的身份没变，回国面临的生命威胁一点没降，英国政府必须给他配公费安保。很多人觉得哈里就是轴，就是咽不下这口气，非要跟媒体死磕到底。可你往深了想就明白，他根本不是为了争一口气，是不能输。他这6年在美国吃的流量饭，靠的全是被王室迫害、被媒体骚扰的受害者人设。人设不倒，他的书、纪录片、演讲就有人买单；人设一崩，他就什么都不是了。所以哪怕官司打输了，哪怕盟友跑了，他也必须嘴硬到底，必须把我是受害者的戏码演下去，这是他最后的饭碗。可饭碗再硬，也填不上5000万英镑的窟窿。很多人好奇，哈里现在到底还有多少钱，扛不扛得住这波暴击？说出来可能很多人不信，离开王室这6年，他看似赚得盆满钵满，实则家底早就快掏空了。根据外媒估算，哈里梅根夫妻俩的合计净资产大概在6000万美元左右，这里面大头是戴安娜王妃留给他的遗产，加上女王去世后分到的部分信托基金，真正靠自己商业项目赚的钱并没有外界传的那么多。也就是说，这5000万英镑的诉讼费换算成美元快6200万，几乎要掏空他俩的全部身家，真要全额赔付，等于直接宣告财务破产。他俩的日常开销更是个无底洞。加州蒙特西托的16居室豪宅买入价1465万美元，每个月的房贷、房产税、物业费加起来就要10几万美金。24小时轮班的私人安保团队，一年开销就要200多万美元。这也是哈里死磕英国官方安保的核心原因，自己掏钱实在太烧钱。再加上2个孩子的贵族学校学费、佣人团队工资、出行标配的私人飞机，光是固定支出一年就要大几百万美元，坐吃山空的速度比外界想象的快得多。2020年刚退出王室的时候，夫妻俩确实拿了一手好牌，跟 Netflix 签了上亿美元的纪录片合约，哈里的自传备胎拿了2000万美元预付款，还有各种演讲、播客合作，巅峰时期单场演讲费能开到100万美元级别。那时候所有人都觉得他俩脱离王室反而赚得更多，是妥妥的人生赢家。可光鲜的收入背后是更吓人的开支。哈里自己在奥普拉专访里都承认，拼命赚钱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要支付美国的安保费用。更要命的是，这2年他们的商业版图是全线跳水。最先崩的是 Spotify 的播客合约，当初签的2000万美元合同，只做了1季12集就被平台砍掉。Spotify 高管比尔·西蒙斯甚至直接在节目里骂他俩是该死的骗子，吐槽俩人太懒，拿着天价报酬却几乎不干活，产出远达不到约定的绩效标准，最后只拿到了几百万美元的首付款，尾款1分都没拿到。Netflix 的1亿美元5年合约也走到了最后1年，续约的可能性基本为零。第一部纪录片首播时靠王室八卦热度还不错，可后续内容越来越水，观众审美疲劳严重，播放量一季比一季低，平台根本不想再砸钱续杯。哈里参与的职场培训平台 BetterUp 的合作也在缩减，连他最引以为傲的演讲生意都断崖式下跌。刚退出王室时，单场报价120万美元，还得包私人飞机、5星级套房。到了2026年，已经跌到5万美元一场，还经常接不到活，只能去小型商业论坛站台。就连哈里最引以为傲的演讲身价，也从100万美元级别直接跌到了5万美元一场，还得看主办方愿不愿意请。说白了，观众对他俩的王室八卦已经审美疲劳了，翻来覆去就是那点家事，炒了6年早就炒糊了。现在5000万英镑的诉讼费砸下来，无异于雪上加霜。很多人都在猜，哈里会不会故技重施，再爆一波王室隐私出书，拍纪录片，靠卖料填这个窟窿。说实话，
这种可能性真的不小。他有过成功的先例，备胎当年靠爆兄弟私怨，王室秘闻直接登顶全球畅销书榜，钱来的比什么都快。而且他手里确实还有料没放，王室的私事、父子兄弟的对话、卡米拉的细节，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是爆点。可问题是，这招早就不好使了。第一，英国公众已经看腻了，威廉凯特的形象越来越稳，民众越来越站王室这边，他在爆料只会显得自己更偏执、更不堪。第二，爆一次就消耗一次仅剩的亲情。上次备胎出来之后，威廉直接跟他断了联系，查尔斯也对他多了防备，再爆一次，他就真的彻底断了回家的路。一边是天价账单逼到眼前，一边是仅剩的亲情筹码，选哪头都是饮鸩止渴。这种进退两难的窘境，全是他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更有意思的是，哈里这边焦头烂额凑诉讼费，梅根那边却像没事人一样，踩着点官宣了自家品牌的新款黑莓果酱。丈夫刚在英国法院输了个底朝天，全网都在算他要赔多少钱，他转头就在品牌账号上发新品，文案写的温柔又治愈，说这款果酱用成熟饱满的黑莓制成，能给餐桌带来当季风味，字里行间全是岁月静好，半分都没提哈里败诉的事。很多人骂梅根冷血，大难临头各自飞，可你换个角度看，这才是梅根的常规操作，是他刻在骨子里的流量逻辑。他从来不会被动等着负面舆论发酵，永远会主动制造新话题，把公众的注意力拽到自己的节奏里来。之前威廉随口聊了句司康饼的正统吃法，他转头就发自家果酱配司康的视频，明着暗着抢嫂子的热度。这次哈里败诉上了头条，他立刻推新品果酱，直接把话题从哈里赔钱拐到梅根的美好生活上。你骂他蹭热度也好，说他没良心也罢，他的目的达到了，品牌有了热度，他的人设没崩，甚至还靠独立女性搞事业的形象圈了一波好感。说白了，As Ever 这个品牌卖的从来就不是果酱蜂蜜，卖的是梅根打造的公爵夫人的加州生活。每一次看似不合时宜的发布，都是在给这个人设加热度。只要热度在，就有品牌找上门联名，就有资本愿意投钱，他的商业基本盘就不会跟着哈里一起垮。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哈里的王室话题总有吵不动的一天，总不能把自己的身家全绑在他身上。所以这些年他一直在铺自己的路，做品牌，搞人脉，混加州名流圈，就是为了哪天哈里的人设不好用了，他自己还能站得住。夫妻俩看似绑定在一起，实则各有各的算盘。哈里靠王室身份吃受害者的流量饭，梅根靠公爵夫人的头衔吃生活方式的溢价饭。真遇到事了，先保自己的盘子才是最现实的选择。一瓶小小的黑莓果酱，藏的全是夫妻之间的凉薄与算计。如果说官司败诉、财务告急是外伤，那王室彻底关上的大门，就是扎在哈里心里最狠的一刀。判决出来之后，威廉没有任何表态，既没有落井下石，也没有半分同情。不是他冷漠，是他对这个弟弟早就彻底失望了。王室专家艾米丽·安德鲁斯说得很直白，哈里永远都是受害者心态，什么事都是王室的错、媒体的错、哥哥的错、继母的错，甚至怪英国政府，唯独他自己永远没错。这种全世界都欠他的姿态，恰恰是威廉最无法容忍的。压垮兄弟情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那本备胎。哈里在书里把兄弟间的私怨扒得一干二净，连当年两人吵架，威廉揪着他衣领把他摔在狗碗上，背上划出血痕这种私密到极致的细节，都写进去，全球售卖赚钱。对威廉来说，这根本不是兄弟吵架，这是公然践踏王储的尊严，是拿王室的信誉换钱。他是未来的英国国王，他的威严、王室的体面，容不得这样一次次被消费、被践踏。从那本书上架的那天起，威廉就给兄弟情判了死刑。更别提之前的奥普拉专访、网飞纪录片，哈里梅根一次又一次把家丑摆到全球观众面前，扔出种族歧视这种炸弹，每一次都是在王室的公信力上凿窟窿。威廉作为王位第一继承人，他所有的决策都要为君主制的稳定服务。哈里这种半进半出的模式，想回来捞好处，又不想担责任，还总在外面拆台，对王室整个架构来说就是腐蚀剂。
所以威廉的立场从来都很明确，你是我弟弟，血缘关系断不了，但你想回归核心圈，想重新参与王室事务，门都没有。他亲手筑起了一道防火墙，绝不允许哈里的闹剧再拖累王室，再影响凯特和3个孩子。这次哈里回英国，凯特直接劝阻威廉私下见面，不是凯特小气，是夫妻俩早就达成了共识，和解不可能，保持距离，互不打扰，就是最好的状态。连查尔斯现在对哈里都多了防备。之前海格罗夫庄园见面，查尔斯特意让卡米拉全程在场，明面上是一家人团聚，实则就是当见证人，杜绝任何私下单独交流的机会。说白了，就是怕哈里转头把私下对话掐头去尾卖出去，再给他扣个偏心的帽子。亲爹都不信亲儿子了，这份信任的崩塌，比输官司还伤人。可这又能怪谁呢？信任这种东西，毁掉只需要一本书、一次采访，重建却难如登天。走到今天这步，早就不是兄弟性格不合那么简单了，这是2条路的根本分歧。威廉走的是责任路线，守着几百年的王室规矩，担着君主制的未来，步步为营。哈里走的是流量路线，把身份当 IP， 把隐私当商品，追求自由和利益。2条路从他宣布退出王室那天起，就注定背道而驰，再也走不到一起去了。比王室疏远更残酷的是公众的彻底厌倦。YouGov 最新的王室民调数据把现实摆得明明白白，哈里的民众好感度只有 33%， 负面评价却高达 58%， 在所有核心王室成员里排倒数第2，只比身败名裂的安德鲁王子强一点。梅根的好感度更低，只有 22%， 超过 65% 的英国人对他持负面态度。对比一下，威廉的支持率是 76%， 凯特是 74%， 断层领先全王室。夫妻俩的民众基础稳得像磐石。有超过 72% 的英国民众认为，哈里已经主动退出王室，就不该再享受纳税人出钱的官方安保，更不该再占用王室核心资源。澳洲主持人的抨击之所以能引发大范围共鸣，就是因为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他手里的牌本来全是王炸，是他自己亲手打的稀烂。想当年，哈里是全英国最受欢迎的王子，他参军服役，奔赴阿富汗前线，阳光开朗又接地气，是民众眼里最鲜活的王室成员，风头甚至盖过威廉。那时候谁不心疼这个没妈的孩子，觉得他率真又善良。可现在呢？他亲手把攒了几十年的口碑败得一干二净。自传里披露自己在阿富汗击杀塔利班人员的细节，直接惹怒了整个退伍军人群体，说他违反军事惯例，拿作战经历博眼球，还会挑衅敌人，给英军带来危险。一边喊着要隐私，一边把自己的私生活、家人的隐私扒得底朝天卖钱；一边喊着要经济独立，一边又揪着王室头衔、安保待遇不放。这种言行不一，消耗光了民众最后一点同情。澳洲主持人的话很扎心，他们本可以拥有宫殿，本可以成为王室最受欢迎的代表，如今却亲手把一切付诸东流。从万众宠爱的国民王子，到人人避之不及的王室边缘人，这条路是他自己一步步选的。他总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他，总觉得自己是受委屈的备胎，可他从来没认真想过，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就标好了价格。王室的头衔、光环、特权从来都不是白给的，背后绑着对应的责任和规矩。他不想担责任，却又舍不得特权，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这场持续了6年的拖王大戏，走到今天，终于露出了最现实的底色。哈里以为自己掀翻了旧制度的枷锁，能靠流量闯出一片天，最后却发现，离开了王室的平台，他什么都不是。官司输了，盟友散了，钱快没了，家也回不去了，活成了悬在英美两边的边缘人。梅根看似精明，靠一瓶瓶果酱维持着自己的体面，可他的品牌，他的人脉，哪一样不是沾了公爵夫人头衔的光？真的彻底脱离王室光环，他的生活方式故事，又有多少人愿意买单？人设换不来长久的体面，流量填不满欲望的窟窿。靠消费亲情赚来的快钱，总有花完的一天；靠叛逆人设攒来的关注，总有散去的一天。真正能撑得起身份的，
从来不是你嘴里喊着的不公，而是你肩上担着的责任。真正能留住人心的，从来不是算计出来的热度，而是刻在骨子里的分寸。哈利总觉得是王室，是媒体，是哥哥对不起他，可真正把他推到孤家寡人地步的，从来都是他自己。是他一次次透支信任，一次次把家丑当商品，一次次在责任和利益之间选了后者，才把身边的人越推越远，把回头的路越走越窄。接下来的路其实很明朗，要么低头认账，收敛性子，好好过日子，慢慢修补亲情；要么破罐破摔，再爆一波料，赚最后一笔钱，彻底跟王室老死不相往来。无论选哪条，都要付出对应的代价。只是可惜了戴安娜的2个儿子，当年在葬礼上并肩而行的少年，最终还是走到了今天这步田地。而温莎家族的这道裂痕，恐怕这辈子都难以弥合了。